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60周年，也是文革结束50周年。不明白播客特别制作了文革60周年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邀请文革亲历者和研究者共同讨论这场浩劫如何扭曲和伤害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以及为何中共一直视它为禁忌。不明白播客这个专题会特别突出女性的文革经验。迄今为止，在为数不多的文革讲述者中，男性占了大多数，女性在那10年中的经历很少被听到、被看到。我们特别想呈现女性在这场浩劫中的经历，她们看到了什么，触摸到了什么，感知到了什么，她们在情感和精神上又是如何用一生来承受那场浩劫带来的影响。这期的嘉宾是今年80岁的高艺玲，高阿姨。2年前奈飞《三体》系列播出后，里面的文革场面曾引起很多讨论，一些人质疑文革不可能那么残酷。高阿姨当时就做客不明白播客，用自己当年在清华的亲身经历回应了这些质疑。不久前，高阿姨给我看了一封她在文革初期写给母亲的一封家书，她形容这封信里的自己非常恶毒，我看了也非常震惊，完全想不到高阿姨这么温和、理性、善良的人，竟然能写出这样的信。我同时也意识到，高阿姨愿意站出来谈这封信和背后的个人和家族故事是多么的难能可贵。我想在节目一开始，先把这封高阿姨写给她妈妈的信从头到尾念一遍。这封信写于1966年8月25日，也就是文革狂热的顶峰。妈妈，我们不看宣言，看行动。你说要横扫家里一切反动腐朽的东西，我们举双手赞成。你不横扫，我们就要动手了。这些东西害了我们，害了国家，也害了你自己。现在是彻底砸烂他们的时候了。我们提出以下具体做法：一、打扫干净墙壁，恭恭敬敬，端端正正，贴好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画像和语录。二、一切金器、银器、瓷器、洋式衣物等反动家庭留给你的福财，通通无条件交给国家，这些都是剥削来的劳动人民的血和汗。三、焚毁一切地主、右派、资产阶级、反动家伙、混蛋们的丑恶相片，鬼才爱看他们的狗脸呢。焚毁你自己一切当小姐的不是革命的相片，难道他们还值得留恋？四、银行的存款和公债一律不许取了，支援国家建设，主动降低自己的工资至一切工农群众的水平，建议每月20元左右。我们现在伙食费降至12.5元，每月共用15元（括号还嫌多）。家中一切美国来的、香港来的肮脏货，大至衣物，小至药瓶、塑料袋，通通他妈的消灭。该扔茅坑的就扔茅坑里去，我们是顶天立地的中国革命青年，这些洋货我们不瞧一眼，不沾一下边。六、家中被褥、床单、衣服、鞋袜、毛巾、窗帘以及各种炉子，除生活必需品及工作需要以外，均做适当处置，交给应当享用而没有享用的广大劳动人民。七、尽你的努力，把万恶的地主外婆赶到农村劳动，她若气死、累死、病死、被打死，都是10000个活该。八、家里面有什么反动东西，请你自觉处理。对以上各条反映出的思想，将考验出你与旧世界决裂的决心有多大。你要尽量想办法做到（括号3天之内）。对于你个人，我们只有2句：一、坦白交代，重新做人，否则后会无期。二、立即自觉主动开始劳动改造，改造中活学活用毛著，走革命的新路。补充：若红卫兵小将已采取了行动，则只能说好，不能说半个不字。高艺玲，高阿姨您好。你好，袁丽。您好，这么多年，这封信您是一直自己留着，还是后来怎么辗转到了您的手里呢？
我听你念这封信呢，我心里还真是挺沉重的。这封信呢，是我要去加拿大，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啊，发现的。我妈妈在一个信封上边写着“文革初期通信”。说实在的，拿出来看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复杂。一方面就是像你刚才念的那样啊，你念的那个口气啊，还不是文革中人们的那种凶巴巴的口气，实际上真的是太，就那种我说没人性儿的那样的话了。因为我对着的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外婆啊，用这样，恶毒的语言，呃，我现在听着我都觉得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儿。反正这件事情呢，让我特别感到羞愧。就是说，也是无意中翻出了过去的东西，但是这就是你自己的这个罪和错。我特别希望，如果我的妈妈和外婆，他们有在天之灵的话，他们能够听见我现在的忏悔，能够原谅我。这真是我非常呃痛心的地方。哎，想让他们知道的。这封信还让我感觉到有一点自己有点吃惊的是，几十年了啊，就是家庭生活呀、孩子呀、丈夫呀，我怎么把文革这个以前这些事儿好像都忘了？我就是记得我给母亲贴过大字报，这时我现在想起来特别羞愧，所以我跟我丈夫生活49年，我从来没提过我当年干过这么缺德的事儿。现在发现了这封信呢，就觉得当年还不止贴大字报啊，还给我妈妈用这种勒令的这种口吻啊写这个。实际当时她正在挨整，正在被冤枉、被迫害，就相当于是落井下石，挺无地自容的。我也是鼓足了勇气才决定，哎，在这个节目里头呢，把这样的我当年的这个劣迹吧，给披露出来。因为一方面是我想认识我自己，我要彻底的，去忏悔，去请求我的母亲和外婆的原谅。另一方面，我也想让其他人知道，当时那个疯狂的年代，当时人们是在一种什么氛围下，去做事，都可以说这个都变得很不正常了。哎，这样的动机使我决定把这个东西呢，就是同意啊，从这儿咱们来开始谈文革。我补充一下背景，就是和高阿姨说，我们文革60周年，想请她来再好好的谈一下自己的个人经历。高阿姨开始是非常的犹豫的，主要是觉得自己可能不是一个研究文革的人，为什么我们愿意和她来谈？再一个呢，我说句实话，就说，谈自己的个人经历，其实是挺不堪回首的一段经历，也是挺沉重的一段经历。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到现在为止能站出来真正的面对文革时候的自己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这是我当然就是一个题外话，我们再接着说一下，就说特别就是大家可能听众观众他们听了我刚才念的这封信，大家就会想说，在写这一封信之前，或者说在文革之前，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里长大的？您的父母外婆是什么样的人？您跟他们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就是可以看出文革的不正常。原来我们的家庭就是很好，我和我外婆接触的少一些，因为她，和我舅舅他们住在一起。我和妈妈的关系呢也特别好，妈妈也是充满了母爱啊，给我们创造特别好的学习条件呐、什么这些。
主要就是那时候我们被洗脑洗得比较厉害，一方面就是整个儿的，就是总是在运动中，那个政治氛围特别强。我呢又要积极要求进步，所谓的比较革命、比较左，容易走极端。像今天提这个事儿，我特别羞愧难当的是，我脑子里还有一个比较，就是我就想到了像徐芳。他在那种非人的那种年代里头，他能够帮助顾准。作为一个小孩子，他就能够在他妈妈的这个影响下分清是非，保持人性。还有像严歌苓，我也听了他的节目，他也是始终站在他爸爸妈妈一边。哎，这就是人的最基本的良知。可是我那时候被洗脑，就现在俗话说洗抽筋儿了啊，对着自己的亲人说这么恶毒的话，这是让我特别羞愧难当的。那么这个洗脑的过程呢，说起来呢，叫做无孔不入。首先就是把学生也就是分成了三六九等，红五类呀、中间的呀，还有有问题的呀。哎，这个我有一些好朋友是所谓有问题的，他们说那时候在学校里头受的那种精神压力啊，简直是沉重极了，就没法儿说。哎，想起来都是心灵中永远的创伤啊！像我这种呢，就是我父母呢是，解放前吧，他们是大学生，就是浙大的，然后也是什么流亡到贵州啊、重庆啊。后来我父母还是陶行知育才学校的老师，实嗯际都是非常进步的学生，然后比较早就参加革命了。入党呢，大约是在四几年啊。嗯然后呢，解放初呢，国家需要干部，我妈妈呢，就被调到北京的全国妇联，我爸爸呢就被调到华北电业局。我妈妈这人用现在的语言说就是比较低调，哎。她呢就觉得他们参加革命不算太早，所以让我们填写身份呢就是职员。像我这种写着职员出身的人呢，就总觉得自己不如出身工农劳动人民，还有革命干部子弟什么的，不如他们革命。我父母呢又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所以呢就一个劲儿的在那儿所谓的改造自己，一个劲儿的在那儿要求进步，然后呢就是崇拜毛泽东。那叫做真是无限崇拜，就是毛主席说什么我就一定要做那个不怕苦不怕死，为毛主席要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于生命什么的。您给个例子，就比如说嗯，做什么呢？你们那特能吃苦。嗯那时候女孩子的追求，现在说起来都不一定相信，就嫌自己的胳膊腿不够粗，嫌自己不够黑，然后呢，出去劳动的时候就玩命的干呢，那真是铁姑娘是吧？都家家都想做铁姑娘。就是我们的标准就是要成为铁姑娘那样的人，一点儿都不打扮。然嗯后真的，现在的小女孩儿她们是很难想象的，不但是不追求美，而且，嗯，是反过来的，就是要那个傻大黑粗，要像工农一样，哎，就是所谓挺革命的吧。对，然后呢，我就想说说这个，洗脑啊，它这个首先就是教材，我们学的教材、学的历史啊、语文呐、什么的，嗯这些都是充满了党文化的那些内容。然后我自己呢又特别爱读书啊，像《毛选四卷》那是一定要读的，马列著作读不太懂，也在那儿生吞活剥的读。还有就是那时候特别讲究集体主义。那么集体主义它是个特别具体的东西啊，老是在一起什么开会呀、讨论呐、互相批评啊，然后检讨啊，什么写决心书啊，反正一整套的东西都会让你呢，进入整个那个思想体系。所以，当5月16号毛泽东说要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就是完全的全身心的进去，甚至于就到了我母亲，哎。
他也有问题，我也得跟他划清界限。我建议大家去听一下2年前吧，就是高阿姨在《三体》奈飞版出来以后跟我们做的那一期播客，也讲了，就是文革发生的时候，您其实是对，清华大学1年级学生是吧？清华又是当时这个红卫兵造反特别特别的狂热的一个地方，实际上《三嗯嗯体》的开始就是清华。你们去看那个奈飞版，它的那个包括那个嗯嗯，背景都是清华主楼的那个背景，对，就是非常的狂热。而且您毕业的是是北师大女附中是吧？就是最早被打死的一个卞仲人，就是北云，师大女哎，附中的这个校长卞仲云，当时也谈了，就在那期播客里面也谈了，推荐大家去看胡嗯。杰的那部纪录片，非常非常感人。你稍微给我们说一下，就1966年文革516文革爆发以后，您家里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那时候我们就全身心的投入那个文化大革命，哎，我和我姐姐都在学校里头，我们基本就跟家庭啊就没有太多的联系了。然后呢，很快呢，就是每个单位都是所谓的如火如荼的开展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如火如荼呢，我母亲呢被打成了美蒋特务，哎，就是因为我家里有些海外关系，我的舅舅姨呀、什么的，在美国当时是4几年去国外留学，然后留在那儿也回不来了，那时候想回都回不来。然后呢，他就成了美蒋特务。我爸爸呢，就是在全国科协那时候，哎，就是楼上从头到尾一串儿标语啊，5个大帽子，什么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假党员、国民党残渣余孽，还有什么？反正我记得是5个帽子，那么一串儿，这个嗯大标语，哎。他们都被所谓的揪出来被打倒，我们呢，也就在学校里头搞所谓的革命。这时候呢，就不怎么见面，但是呢，我就写了给我妈妈大字报。我妈妈那时候也还关心我们的衣服啊，什么生嗯。活呀，也带了些信给我们呀。然后我回的信呢，就是这种，就你刚才念的这种，就是毫不留情面的一种勒令信啊。另外还有大字报，因为我妈妈是一个特别好的人，所以我现在想起这些，我心里头都是非常难过的。您上一次播客的时候，您说您给妈妈写了一封大字报，说她破坏文化大革命，罪责难逃，说她是白骨精。那我想知道，就是您当时说你们红卫兵干革命，你们都是在干什么呢？写大字报啊，写就是大写大字报。字报，就比如说您妈妈这封大字报，您是贴在哪里呢？是送到了全国妇联。哦，就她工作的单位。哦，就是写嗯。好了送去学校里头呢，就是讨论呐、读那个当时的那个什么两报一刊的社论呐、什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等，然后班上也开始分了不同的派别，互相的聊啊、谈呐、什么的，呃。主要就是这样，就所谓投身文革，哎，因为我们这种出身不是真正的红卫兵，所以我们也做的还不是特别多。其具体的事儿，比如说，有的出身好的那些人，他们去抓黑帮、斗黑帮，哎，组织嗯。开会。后来呢，群众组织又一点儿一点儿慢慢开始产生派系斗争，越来越激烈。这里头故事就多了。那是应该说是应该有一份儿清华文革史去写这个了。那当时就是像您这样子，就是和家人划清界限，甚至公开揭发批斗自己父母的这种现象普遍吗？是被要求的呢，还是就是大家都自发去做的呢？自发做的，我觉得那时候哦。就是那脑子就是那么想的。也许有些人特别怕别人嗯说自己不革命，我当时还不是，我当时就是真的就那么极左，就那么革命，我就觉得嗯。我就该这么做。只有和您父母划清了界限，您才是真的革命，是这意思吗？我觉得我羞愧难当的在哪儿呢？呃，真的就是跟别人比，我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这样。我那时候是太革命了，就是打引号的太革命了。像我的表妹们，她们就是很正常的那种，
态度还是很维护自己家庭的，哎，但是当然也不敢，说什么过分的话，但是起码没有像我这样落井下石做这种事儿。您说的尤其落井下石就是去贴大字报，然后写这种信是吗？对呀，你看我说我外婆的那几句话多恶毒啊！后来我外婆跟我在晚年呢有特别多的生活在一起的经历，我非常敬佩我这外婆，哎，她是一个非常有智慧、非常冷静、有头脑的人。她要是能读大学的话，哈，她跟我说过，她说我要能读书，我也可以是吴健雄。那他有没看过您这封信呢？就是你们后来有聊过这个，就没有是他没有，我说哦，我羞愧难当的地方是，我居然就把我曾经这样恶毒说的话都忘了。后来呢，我外婆跟我说，她不能原谅文革中打她的人，她觉嗯，得再怎么着也不能这样动手打一个老人。对我们家里边的有的亲戚对她很冒犯的，她都不愿意原谅。哎，这是我后来跟他聊天儿我知道的。我也很觉得我们亲戚，当年的那个做法真不像话，就是打了他呀。哎，哦，就打他，哦，亲啊，戚也来打他。他对。是当时住在北京吗？对，住在北京，就是一起哇，住的。我外婆跟我说，说当时把他打翻在地上，踢呀、打呀什么的。她哦，说她就保护着头，然后呢，就有点装死那样的，就是嗯使得人家就没给他往死里打。然后她说：嗯“你知道我脑子里想什么吗？我在想，为什么共产党的那些干部有的就自杀了呢？我才不自杀呢。”哎，我倒要看看这事儿怎么收场，这嗯，就是我好坚定，外婆的好，特点。哇哦，好呃厉害，好厉害。对，呃，当时他多少岁？然后后来你们是什么时候一起生活她当在一起的？时应该是70岁左右。哇，都70岁左右了，就这么打对他。对，那个时候是全北京最恐怖的时候。嗯，就那时候66年我们夏天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吧？们在学校里头，在外面呢是你看女附中打死校长。我上次讲了那个，就是接受你们采访之后啊，我的一个朋友比我小，当年应该是高一的那个年纪，呃。他就给我讲了他的经历，他是8月25号，也就是这几天，他说特别热，礼拜天的时候他回了学校，躺在床上，然后他就听着外边有那个放鞭炮的声音。后来再仔细一听，不是放鞭炮，是有那种革军子弟，那时候叫革军子弟，有革干，有革军，革哎，命军人、革命干部，对对，一嗯，个中将的儿子，他们把皮带蘸上水，然后在空中甩，呼啸着那种的声音，听起来很像鞭炮。然后呢，是干嘛呢？是打老师。就在他的宿舍的楼下打老师，然后还有用那个练民兵用的那种木枪的枪托子，使劲儿的去打老师，鞭子、枪托子这么去打。我同学说他吓得呀，就躺在那儿，他旁边的一个人同学呢，就冲着窗户用颤抖的声音喊：“打得好，打得好！”我同学就说，我这个朋友就说，他说那个声音啊，不是真的发自心里的声音，而是吓的。他为了好嗯嗯像生怕自己就被别人来追究似的，去表现一下。他说他那嗯，个颤抖的声音啊，他觉得特别可怜，觉得那个人特别可怜。他说那个颤抖的声音老在他脑子里回响，永远都忘不了。这些打人的人，他们残酷到什么程度？让这个老师的女儿在旁边看着。嗯，这个打人天呐，的人，他的同班同学是老师的女儿，居然让他在旁边看着。那《三体》上面不就是这样吗？对，然后活活把2个老师打死了。天呐，我同学呢，当时他不敢吭声，第二天他就非常惦记这个老师，他就到老师的教师宿舍去看，结果发现呢，
这个老师头肿的老大，已经死了，躺在两个床之间的过道上。回去以后，我同学去问他爸爸，他爸爸说，呃，是打了脑下垂体了，会造成头部整个的肿胀，就太下得去手了，他们。对然后呢，这对对，个打人的人实际上谁都知道是谁打的，全校的老师都知道，但居然也就没事儿。后来他们，到现在也没事儿。你当然说，了，嗯没事儿，嗯就这种没事儿的人太多了。上次我不是也嗯提到，我知道有一个人就路上就杀死一个人吗？他也没事儿。就这嗯么好好的活一辈子。这个嗯所谓将军的孩子呢，后来那个同学聚会的时候，他就有同学就跟他说：“你们应该跟老师道歉。”他说：“国家都没道歉，怎么就轮到我们了？”就是前些年是吧？他就这就你们已么说。经年纪大了以后，就是过了些，比如20年的或者什么年的这样的啊，嗯我的同学就说，听了以后心里特别愤怒，但是再一嗯想呢，也不无道理，因为当时我们连16岁还不到，这嗯，不就是老毛这个上头有人在那儿指使的吗？8次接见红卫兵，耀对，武，就这么嗯煽动起来的呀。对对哎，这个对，罪责在谁很明白呀，是吧？所以嗯你说要把文化大革命说清楚，或者是要肃清它的流毒，你说不把毛泽东他的罪行给呃追究清楚，怎么能做到呢？就什么4人帮对啊，就是5人帮嘛，就是这么对对。一个明摆着的事儿嘛，对，国家主是不是？席是刘少奇，都是被打，是吧？对对对，然后都最后被折磨死掉。他老婆王光美就是那么被挂着这个乒乓球，是。当做的项链被游街，这些照片大家都可以很容易上网一搜，都可以搜得到。是，对，都60年了，这60年了，咱们就真的得要嗯想想，怎么才能够真的去把这个文革呀给他看清楚。对对，我听王健的那个，就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王健他的那个自媒体的节目哈，他就说文革实际上没结束。应该这么嗯看，这个呢，我也挺同意的。我在收拾旧东西的时候呀，发现了这么半张报纸，是嗯，包那个照片的。半张哦旧报纸，再仔细一看呢，是68年5月17号的报纸。就哦，是5.16通知发表2周年，题目叫做“划时是代的文献”，两报划一，时代的，哎，两报哦，一刊社论，这是那时候我们要认真学习的。那么它的这个位置叫报纸的什么来着？爆眼，这个地方是个毛泽东语录，哎，嗯，呃，写的什么呢？您能看清楚吗？当然能看清楚，我就觉得值得嗯让大家来体会一下啊。毛主嗯席语录啊，说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就这嗯样一段毛泽东语录啊，我还挺有感想的。第一，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一口一个民主，人民民主，对吧？第嗯二，它的问题是隐藏在里头的，无产阶级专政，谁是无产阶级，对吧？哎，嗯还有就是当时的文革小组，你说就那么一个超越了原来的国家机器来这么个小组，哎，他们就代表无产阶级，然后呢，动不动就是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你这个反嗯动分子、坏分子是什么标准？谁来界定？所以呢，
如果是现在的年轻人读这段话，可能觉得毛泽东的语言真好，讲的真不错。可是我们在看呢，我们就知道，68年的5月，清华正在搞百日武斗，哦，正是百日武斗。20多个学生和那个学校里的工人呐、什么的，教职工，嗯，被活活的弄死，各种各样的死哇，法，他们鲜活的生命就停止在那时候了。而且，那里头有我先生的朋友，哦，有他们系的一个女生，一提起这个来，心里就心痛极了，就特别的难过。才20多岁呀，21、22岁呀。还有就是这个时间点，68年的5月，正是全国各地武斗特别厉害、死伤无数的时候。你说毛泽东的这段话，完全就是在挑动、煽动群众斗群众。所以文革是谁领导的，是谁搞的，非常清楚，就是在煽动下面的群众，就全都是无辜的老百姓，嗯，但是就杀呀、裸呀。所以上次对，节目扎建英说，文革是一个大的屠场。是中国人对中国人的大屠大杀，嗯，屠杀，这真的不过分呢啊！而对，且我还嗯想从就是这样的一个破报纸上头想到了文革其实也没有结束，因为我嗯。觉得像刚才我念的这段语录，有好多人还是觉得挺对的。对，现在这个 B 站上啊，这个嗯很多地方这些年轻人，他们都在学毛主席语录啊，他们都觉得毛主席说的特别好。对，嗯这个我们以前的节目也都讨论过，我也建议大家去看一看。那我想问你一下，就说您这封信写在66年8月，就所谓的红8月，是吧？嗯嗯。那是文革武斗的一个特别的一个高潮。您当时除了就是在家里面，比如说对着您妈妈，还有对着您外婆恨以外，就是写这样的语气非常严厉甚至残酷的这样子的信。那您在外面您都参加哪些活动？您有参加过武斗吗？有什么就说场面或者是什么细节，让您迟疑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吗？您现在还能回忆起当时的一些场景啊，或者气味啊，或者声音吗？我呢是属于有点儿不出头是大刘那类人，到后来武斗的时候，嗯我们也属于逍遥派。就当时清华这部分是在武斗，那部分又是同学们去领粮票啊，去办手续呀、又在另一部分里头大家见面什么说话又很正常的那样的。这个呢就已经到了工宣队快要进校了，因为68年的727，清华发生了一个大事件，对吧？毛泽东觉得再这么放着这帮红卫兵不行了，组建了工人宣传队，然后进来让那个清华当时两派的头头们，比主要的当时那个清华井冈山像蒯大富他们都不知道，不知道以后就有点措手不及，然后还牺牲了4、5个工人呢。这些事儿就后来都不提，也没有见报，又是被隐藏的历史啊。然后呢，就等于说把这些群众组织就给压下去，工宣队就嗯，成了学校的掌权的。你要问我整个那个文革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有这么一段儿叫做大串联。就是对，文革到了下半年的时候，呼啦呼啦的这些学生们就全到全国各地去了，火车不要钱，不用买票，到处都有接待站接待所谓的红卫兵。像我们这种人，也就跟红卫兵似的，因为来自北京，哎，也就跑去了煽风点火，哎，去嗯。让各地全都要起来，来斗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您当时在这个大串联的时候，您都去了哪些地方？你们都做什么呢？大串联呐，那个有一点儿私心，就是嗯也想就是行万里路，所以的就先南下，然后坐船从武汉到了重庆，当时赶上重庆815受迫害，
他们要去北京请愿上访，然后呢，我又到了，当时我姐姐已经有个朋友到了她的老家，四川，然后呢，在这个四川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投身革命了，就是在大会上给大家讲为什么要有文革呀，然后支持这个比较温和的造反派呀，然后又被那个部队和部队观点一致，又被部队保护啊。那个时期呢，全国真是乱成一锅粥，就是呃。派性斗争特别剧烈，所以我就在上次节目里说，亲眼看着一活生生的孩子被这个长矛扎死，哎，嗯，对就是对对，特别可惜。我没有见到的大场面呢，后来我们回到学校就听一些同学们讲，那是嗯，真枪真刀真炮，就那么对。打呀，就那么对，死其实就是人呐。全国对，就是大家都是去干革命了，然后就互相斗，是吧？然对，后都把对方真的当成阶级敌人，嗯嗯去要往死里整，往嗯死里打，嗯。然后真的就是死了很多人。重庆有红卫兵墓园，哎，当局还曾经不让去吊唁，哎，其实死的都是鲜活的年轻的生命，真是现在也还是关着的，现在这个是吧？红卫兵墓园也是关着的。嗯不同的学者的统计吧，就说有150万到800万，因为官方从来没有公布过这个，范围有点大，就说有150万到800万人中国人在1966年到1976年的这个文革期嗯间嗯非正常死亡，嗯，超过1亿人受到了波及。我觉得这个这个数字我们当然永远不知道。文革呀，一下子就是10年，这个十年呢，呃，就是算几代人，我不知道怎么算，他们就没有读上书。这个事儿，我觉得不比那个文革的残暴场面呢，呃，更怎么说呢？就是更悲剧，是不是？真的，这个嗯非常悲剧，就等于说有一个国家，他10年里头他不让人就是失学了，没有读书，这十年里头的这批人，整个每个人都受了文革的影响。你说说这嗯。个国家得受多大的摧残呢？就像现在，我其实也说，中国现在最大的悲剧，就是有很多人，写作的人、艺术家，然后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哪怕是企业家，大家都没有办法，因为各种各样的限制，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才华最大限度的给发挥出来。就嗯像文革刚结束的时候，那会儿我记得特别清楚，一个是一个特别整天说的一个口号，就是说把失去的10年嗯补回来，是吧？就嗯大家都非常那会儿80年代前后的时候，就是那个干劲非常足，就觉得这十嗯年就是大家，不光是身体上受到的摧残，精神上受到摧残，还有你在你的人生十年，嗯学生没有学上，教授嗯没有课教，然后你工程师你也没东西可以做。嗯我觉得您说的是这个意思，对不对？这10年里头，其实发生了有些事儿，人们就不是特别清楚了。比如说，大批的有专业知识的，本来应该就是为这个国家做贡献的人，都给轰到5期干校。嗯年轻人呢，就给弄去下乡上山下乡，然后呢，P 516一个大运动，搞了好长好长时间，也怪了，就是大家可能也都是知道，你不承认他就跟你没完，所以结果哪儿都有五幺六，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五幺六是什么。叫516分子啊，还有就是清理阶级队伍，像我们母校后来的数字说明，清理阶级队伍里自杀和死的人不比前期的少，哎，嗯，又对对死了一大批。哎，对，那时候我们家的情况也挺有意思。那个我姐姐和姐夫
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顶这顶帽子。什么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呢？就是你们爹妈有问题，你们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哎，就因为这个，一下儿就发配到老远的新疆去了。在隔壁滩上，哎，一个地方的电务段，他们是清华无线电系的，而且是5年都学完的，不像我这种，我只学了8个月。我说我是冒牌儿货嘛，啊，他们都是正正经经的学好了的，但是呢，就给发配到这种戈壁滩上去。然后呢，我妈妈呢是在河北的衡水一个干校里，我爸爸呢是在河南确山的一个干校里，所以72年的时候，71年的时候，我是单奔儿在北京这个密云的这个食堂里头，哎，整天的什么蹬三轮儿啊、喂猪啊，没日没夜的那么干活儿啊，然后我就想去看看家人吧，就从北京出发，扛了40斤米。那时候有一种大旅行袋，搁上40斤米啊，扛着。后来那旅行袋的把儿都扯坏了啊。我身体相当好，但是呢，也经常就是累的就靠墙贴着墙待着，这样的话不是能把肩膀上稍微活动活动开吗？第一站呢，我就去看我妈妈。他们全国妇联的干校在那儿，像我就给你描述一下吧。但这都是文革嘛，对吧？哎，到了那儿你是不能够单独见你妈妈的，哎，是有他们的所谓的那些积极分子在那儿那个旁边儿坐着，哎，你跟你妈妈嗯，见面，你说这跟监狱似的，对不对？对你又哎不是他又不是犯人，搞得你好哎，像去探监一样的。嗯对对，不能够跟他有那个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后来呢，有一个机会，就是我妈妈是负责烧火，就是食堂的后头的那个有个火眼儿，往里添煤啊什么的。我呢就到灶后头去跟他说了几句话。到现在呢，我能够记住的，我和我妈妈敞开了谈话的，也就那一会儿。哎，就那一会儿，哎，我妈妈呀，特别乐观，这个人特别的坚强。她呢，因为同情走资派，给走资派留了点儿吃的，结果呢，就被罚3个月不准吃菜。哎，只许他吃饭，不给他菜。然后他呢就悄悄地托人呢给他带了包味精，然后他就告诉我他在水里搁味精，然后还笑眯眯嗯，地跟我说，他说这东西有营养，哎，就好像。哦，天呐，就能够维持啊，嗯，当时把好多干部整的都是低血糖，那个人都憔悴的不得了，这就是所谓的关牛棚啊！哎，人对都对对。回北京的时候瘦骨嶙峋的，说血糖低的惊人的都挺多的，就这么折磨这些人。哎，对，你妈妈的罪嗯。就是说她有人性，她去同情了走资派，给他留了点饭，然后就要是被这么折磨。是，我妈妈还挺会苦中作乐的，就笑眯眯嗯的跟我说，她用废的罐头和瓶子做煤油炉，哎，试嗯，验了，越做越好啊什么的。然后抽空我们就赶紧跟她说，我说明天5点你要是能出来，我在厕所等着你。就这么哦，交换了一句话，哎，嗯，第二天我后来呢？是必须走啊，我其实就在那儿嗯，待了一天啊，然后哦，呢，第二天我就早早的起来，起来以后我就到厕所里边儿，就从厕所那个砖搭的那种小洞洞里边儿哈，就看着我妈妈他们住的那房子，看有没有灯亮什么的，在那儿等了好久好久，呃，但是呢没有，然后我就站在那儿默默的流眼泪，哎。那个心情真的是挺难过的，就只好流着眼泪扛起我的一个大包儿
哎，就走了。我下一站就是去河南确山，我爸爸那个全国科协的干校在那儿。哎，嗯我爸爸当时呢，是我算下来，他应该是56岁，他干的活儿啊，就是特别的重，就是挑粪走几十里路。哎，他嗯，都累吐血了，那么哎呦，壮的壮汉子，哎，累吐血了。我爸爸的身体还是挺不错的，每天早上他要负责像毛驴一样，把大家用的一大池子水给叫板，哎，就在那儿什么叫转圈儿。叫板？呃就是叫水，就是他就说是叫水，是一个能就是够存水，是不是？要对存把水存起来。水，但是需要人嗯像毛驴一样在那儿转着圈儿的往那个池嗯子里头加水，就是不是直接的有管子进水里头，是你要去嗯，去把它呃舀了过去。舀过去，就叫叫水，就是要推挺沉嗯的一个东西在那儿转啊转的。这叫水是他嗯的任务，然后他还得去干活儿，很多人受不了那个。劳动太繁重了，我爸爸呢，得益于啊，他的胃口比较好，那个干校的东西他吃不饱，吃不够，别人呢就因此就没劲儿啊，就得病啊什么嗯的，他呢就跑到村子里头吃人家，老百姓弄的那个什么下水啊什么那些东西，他也不嫌脏。他说，他实在饿得不得了了，他就去吃一顿。呃，反正后来他有痛风，大概跟这也有关系。哎，反对对，正就是哦，说，还算熬下来了。可是呢，他以前老提的一个，也是他的上级，也是关系非常好的一个人，是个有名的记者，叫范长江。哦，那当然，现在长江相当新闻讲。有名，相当有嗯名。民国时期是《大公报》的记者，后来曾嗯经还做过人民日报社长。他的笔名叫向东流。哎，范长江呢和我爸爸他们一起劳动，他就是不堪重负，实在受不了了，自杀了。哎，反正是在一个井里啊，发现了他的尸体。我爸爸呢挺难过的，我去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说这个事儿非常难过。后来呢，他还带范长江的儿子去那个地方，给告诉他在什么位置啊什么的。他还把那个井起了个名儿叫东流井。哎，范长江的笔名叫向东流。哎，关于牛棚的这个，我稍微插一句，就嗯是查建英上一期也讲过季羡林写的这个《牛棚杂役》，当时出嗯了英文版的时候，查建英写了英文版的序，嗯就是在这个书里面，季羡林他就说他在这个关牛棚的9个月里面，他们见到这个红卫兵不许抬头，就随时都会被打骂。然后呢，每天上午呢，红卫兵还要命令这些牛棚里的人抄录要背诵毛泽东语录，如果背错了一句话，轻则是一个耳光，重则那就他没有说，反正他那个牛棚杂役实际上就说，嗯没有把最惨烈的东西写出来，因为他当时他是一直都是在中国大陆的。不嗯，好意思，我稍微插一句话，就是给大家一点点，就如果你们要去看的话，可以去找这个季羡林的《牛棚杂役》去是。看。所以说，文革其实10年是非常漫长的，就是这种人性的恶呀，呃，就是给充分的给了机会让人去显示这种人性恶啊。您再接着说您到这个新疆，您怎么可以从北京然后到新疆？那是要多长时间的就那么，一个？对，还过去的人就是这样啊，等车呀，嗯，什么。我反正到新疆的时候，我2个脚全都肿得好大了，因为对，70多小时的火车。70多个小时。嗯，哦，几天几夜的对，火车。哎，是坐陇海线吗？还是怎么样？就是去乌鲁木齐的线，在哪儿倒的车我就不太清楚了，反正就是又去看了我的姐姐姐夫。您终于这40斤米交给他们了，是对吗？对。
我一直给他们提供物资，因为他们在那儿实在是东西太少了。我姐姐后来又怀孕了，挺需要营养的。我就想说，好多人没有尝过物资匮乏的滋味儿，是不是？嗯，哎，现在的年对，轻人老说毛泽东时代好，他嗯，他就平等的穷，他忘了这个啥都没有是什么滋味儿。说为什么现在有些老人有一些坏习惯，啥都不愿意扔，为了这个不扔，什么剩菜不扔，旧东西不扔，为了这不扔，跟下一代矛盾还特别深。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上一代啊，实在是过去曾经有过啥都没有的时候。你想啊，那时候我们在街上吃什么东西啊？人家给香油的时候是拿一根铁丝儿蘸着香油往里放一下儿哦，就是比如说面条，说给一点香油，就是蘸一下拿哈，啊，拿铁丝儿蘸香油。哦，天哎，呐，所以啊，油宝贝、嗯，肥肉宝贝是吧？对，哎，然后那个糖也没有，嗯，这票儿那票儿，然后那时对，候的干部还起了个外号，说他们家有豆儿干部，然后他们家是肉干部，肉干部就是比别人多那么一点儿配给的肉，豆儿干部就是多那么一点儿配给的豆儿。像我母亲这样的人，他们都浮肿了，都浮肿了，就是没有东西，那您能不能说一下，就是您嗯70年去河北嗯衡水嗯看您母亲是吧？到河南确山看您父亲对吗？我说的对吗？嗯嗯，嗯，对。然对，后新疆又去看姐姐姐夫，然嗯嗯。后去的这个路上或者您到这些地方也能看到当地的一些情况，是不是？就是贫穷啊，嗯太贫穷了。最贫穷的就是甘肃，嗯，最贫穷的是甘肃，真是光着腿儿穿着棉袄这样的人特别多。您在路上都能看到，还是在火车上看对，到？他们到火车上来，啊跟我们要东西。哦，哎，另外呢，在火车上还有个现象，就已经见怪不怪了，就是什么呢？就是甘肃的人到新疆来，在饭馆儿里头收集馒头，然后呢，新疆的太阳也比较烈，就把这些馒头都晒成干儿，一口袋一口袋的，再扒火车呀、逃票啊，再送回甘肃。我给你说一个小事儿哈，就是我发现咱们这儿出版业它有一个审查不严的事儿，就是80几年，我买了一本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个是吉尼斯世界纪录上头有一个世界灾害之最，结果就写的是1959到62，中国甘肃、青海等地一共死了多少多少人，那个数字相当大。嗯，哎，对，就是这个本来是官家呀，隐蔽的消嗯。息，但是这本书是在外头卖的，他没有审查到这个地方。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当时西北的灾害是世界灾难之最。这些地嗯嗯方本来就很穷，那个夹边沟是嗯，吧？很多人可能知道夹边沟，是夹边沟是就是在甘肃酒泉那附近，是是，对。然就没有后就是裤子穿。对，嗯，实际上一直到70、80年代，因为我宁夏的嘛，宁夏南部山区是全世界最穷的地方之一。我哦，从小就听说，就说那个地方一家人可能只有一条裤子穿，这个嗯真的都，嗯嗯我当时就说，都觉得都是挺匪夷所思的。但是现在就是嗯。各种的人都跟我那么说来拼去的，就是这个现象，其实在西北很多地方都很常见的。最惨的时候是我拿着菜票去买菜，整个儿的案板上只有蔫巴儿的菜帮子，就说你的菜票还得看看是什么菜吧。
只有蔫了的菜帮子，你说说，就到这种程度。沙建英不是上一次说他和他弟弟嗯排通宵，两个人轮流，都很小的小孩排嗯通宵去买豆腐，结果排了嗯一晚上嗯，没了，没买到，没买就是这种的着，事情。是是，是是。对，这个我们当然扯远了。我们来说一下，就说，当时您的外婆是一直是在北京住是吧？她是在文革初期被打，被批判。那后来呢？她是怎么过来的呢？他还是在我舅舅家，我舅舅家呢也整个儿的就被抄家了。哎，因为我外婆、外公啊，他们还是属于江苏同里的大户人家，两家这个姓那个姓都是非常大的大户人家，就是当时有。那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是吧？现在想想，哎，也不是暴发户，就是祖祖辈辈的有田产，然后在苏州城里头，有米店，所以我外婆好像算工商地主，像我外公呢，其实他是个医生，他是在上海开业的医生，就是最典型的所谓的士绅阶层，是甚至可不是？以说是书香门第。书香门第，对，嗯同里啊，你一说哦，您外婆家人还是同里，我都好早以前嗯嗯。去过那么美的地方，是不是，是？像我外公那边儿他们的那个家族的祠堂也还在同里那边儿像我父亲呢，也是他这个姓儿，在无锡那边儿也有祠堂，就都是过去的所谓阶级层次比较高的那种吧。然后就是呃，他和我大舅住在一起，然后我的二舅呢是在美国，所以他去美国住过一段时间。然那是后，什么时候你文外婆去美革前，国？文革前，哦，文革前去美国住过一对对，段时间，后来他回来，是六几年，我不太记得了，就反正就文革正好前面一两年，正好赶嗯，上文革，赶上文革，哎，哦，但是文革这样，呢，66年的疯狂过去之后，像我外婆和我的舅妈在一起，他们就是从原来的房子被轰出来，轰到比较小的房子里，哎。也就那么过着了，就跟那个严歌苓什么他们讲的有点儿像，哎，都是对，就夹着房子，尾巴过人了就好了，房子变小什么的，反正嗯那时候起嗯。呢，我就是炊事员了，我就每周都回来跟我外婆接触就比较多，嗯。他93岁的时候啊，他还写了个诗，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他的意思，第一句就是万里归来恭逢盛，就是说他从美国回来以后，恭逢盛世，就是这个文化大革命啊，好像就他是讽刺的说盛世，对，万里讽刺，归来恭逢盛，适逢小将洗积累，就是红卫兵小将洗掉他所有的过去他母亲送他的那些东西。第三句我就记不太清，意思是非常怀念他的母亲，辜负当年一片心。哎，就那样的4句，那时候他都93了。我就挺想问，就比如说您到了70年、71年的时候，您的70年去到处都看家人是吧？然后呢，您也看到了，就说这个中国的这种贫穷，看到了您父母还有您姐姐他们的生活状态。我想知道，就是在71年林彪坠机之前，您对毛泽东和文革有过怀疑吗？就比如说，对于文革，就是一直到毛泽东去世。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嗯。把这个四人帮所谓的打倒四人帮，在这之前，您对文革有过怀疑吗？我们产生的是，呃，对，这个官方所叙述的东西的反感，哎，就在文反感，革期间就有。绝对有。我刚才说的就是关键词是真相，这些真相通过什嗯，么而来呢？当时在下面流传很多小的印刷品，哎，什么报刊文摘呀、还有什么通讯呐、还有什么我妈妈和她的同学们，他们之间也在传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上头不断的告诉你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慢慢的呢就会
有这个想法。这个年头儿我记不太清。要说林彪事件，那就又靠后。林彪事件之前就已经有很多对官方舆论的怀疑了。哦，就哎，是71年9月份之前其实就有哎，了，嗯。怀疑和困惑可能出现的早点儿。然后呢，林彪事件真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关节点，就让人感觉到哦，是弥天大谎，就有这种感觉了。哎，不信了，这弥天到谎是只是说是林彪呢，还是说这整个的这个整个儿的。关于文革的叙事？整个儿哦，的关于文革的叙嗯，事，哎，整个儿的哦。叙事，就发现不对。那我问您一下，就说您还记着毛泽东死那天的情况吗？就是1976年9月份，您当时在哪，在做什么？我上次节目我给讲了一下儿那个我记嗯得太清楚了，就是所谓消息传来，操场上集合，大家痛哭。哎，我嗯呢知道自己也哭不出来，因为我是挺高兴的。哎，真的，我们挺高兴的。然后呢，我就躲在宿舍里头没出去，一直到会议结束。而且我想，人们不会去找我的，这会儿谁都顾不上我，我就躲了。哎嗯嗯。哎，我完了也有点儿做贼心虚的那种感觉，出来还把眼睛揉一揉，想和别人一样。好像是红了眼睛，是吧？呃，对对。那当时您觉得多少人是真情实感，就是对，就我记得当时我还记得，就是周围的大人有人真的是哭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这种的，有多少人是我当然知道这是很难估计的，但是您觉得是有多少人是我觉做戏，还是我觉得有多少一直到人是真情实感？现在，恐怕这个百分比都没变过，就是95%和5%的这么一种比例。哦，真的，就是95%就是是我觉得真的是怀念毛主席，明白嗯。人是真的永远是少数，真的。到现哦，在我觉得也是这样。为什么呢？您觉得为什么到现在还是这样子？中国这个社会不就是说马列主义不太合适，主要是列宁主义，主要是苏联的那套和中国的这个有着深厚的帝制传统的这个社会的结合。哎，在中国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就这套东西95%的人信它，喜嗯欢它。就像独裁这样的东西，然后呢，也不想反抗。嗯然后就一直维持到现在。那个杨继绳说的那个黄河大转弯特别形象。哎，就是黄河往北走，他说这个往北走就是向着苏俄这个方向嘛，对不对？就是，那个东西和中国的结合起来，结合成了一种非常暴力、非常残忍，也非常那个错误的方向，然后才到了河套这边，改革开放了，咱们才终于好了一点儿。现在能不能转回来，再走向大海呢？其实这个弯儿还远远没有转回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转回来呢。那对于文革，就是很多人的心态是过去了，不要再提了，是吧？当然，有些人是完全都不知道，或者是嗯也不想知道。嗯。还就是那些经历过文革的人，他们对于自己当时的所作所为，很多人会用就说那个年代每个人都这样为自己开脱，但您呢是不愿意原谅自己。您今年80岁了，您为什么还愿意站出来公开忏悔自己当年对家人做过的事情呢？我是觉得，就像那个，德国人，对历史的那种态度一样。我觉得，文革呢，呃，应该是和每个人都有关。他10年，他把中国毁得不成样子，结果实际上是害了我们每一个人。就到现在，我们也在吃文革的苦果，对不对？因为你看钱理群他早就说过，他说如果那一批人
其实那一批人里头就包括文革中，信奉毛泽东啊，就是被洗了脑啊，就是满脑子的那种东西啊。那批人他们掌权的时候是很危险的，果然掌了权以后，立即就把这个可能本来稍要向正路走的这个路就给改变了，就又开倒车了。所以都在吃这个苦果。他的想法儿能变吗？不能变，因为他从小他就是这样过来的。那时候有人还对他抱了希望，觉得他的父亲挨过整，呃，父亲他是自己也受过他苦，自己也受过苦，父亲是党内少有的要用清流还是用什么词儿来说，反正也不容易开啊，明派，哎，也不容易，就对他抱希望。我就从两嗯件事儿就不对他抱希望。一个呢，我看过他在党校讲的话，他说我们党的历史中的有些东西是不能让老百姓知道的。我认为这个是嗯。绝对错误，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就不好。然后呢，等到他上台以后呢，第一件事儿我都愣了。第一件事儿他提出的口号是要发扬走群众路线的传统。我就发对，现这人不行，不行，他满脑子的东西真的就是太过时。那您自己，您站出来，就是您甚至允许我嗯把您的这封信，嗯。这么念了出来，您不怕被人攻击吗？我当然是有很多思想顾虑的，特嗯别无地自容或者叫不好意思，因为并不是当年所有的人都像我这样，所以这就说明了是我自己的问题。但是呢，在这个从做人的这个良知这个方面，嗯，我是觉得应该忏悔，应该反思，而且这个民族如果每个人都知道忏悔和反思，那么将来如果这个民族再有变化的时候，他才可能往正确的方面走。哎，不然的话，就说社会变了，变还有一个往哪儿变的问题，往哪儿变呢？就往大多数人要的方向去变。那么大多数人要的方向都是错的，那不是还是白搭吗？我们师大女附中，呃，在这个反思文革上做的，在北京中学里头，我觉得算比较好的。像好多中学都有老师、校长被打死啊，什么这些事儿，有的也就那样了，就没有人起来，做些什么。嗯。嗯，嗯，所对以我鼓对对。足了勇气，我也是决定，还是要做什么。嗯反正我在文革中很不出头儿的一个人，就是芸芸众生吧。所以你要问我做什么事情，我也说不出太有典型性的事情。但是呢，我在会上发过2次言，对着我们当时批判会多了去了啊。我这2次发言是很不起眼的，但是我在见到了这些老师、主任的时候，我都当面向他们道歉了。我觉得一个人就应该这样，就是你做过什么了，哎，做错了，那么你就应该去认错儿。我再问您下面这个吧，就刚才我们前面也有说到一些，就比如说现在以这个年轻受众为主的这个视频网站，比如说 B 站啊、抖音上面，他们有嗯不少人怀念毛泽东时代，他们觉得那是一个穷但是平等，可以起来打倒官僚特权阶层的时代。去年年底，就是这个反映文革的这个电影《芳华》，嗯解说。嗯就是他们有一个人在解说《芳华》的这个解说在 B 站上爆红，嗯，我就知道。作为一个历史的亲历者，嗯，您怎么看待现在年轻人的这种情绪呢？说大白话儿吧，我就觉得毛泽东他们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年轻人不知道这点，嗯他现在去看毛泽东说的那个，越看越有道理。他就不知道毛泽东根本不是那么做的。
另外呢，嗯，我总结呀、要对3个战争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你才能算达到了比较正确的认知，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嗯，哈。什么三个战争？抗日战争，抗日战争是谁打的？在这件事上，如果你闹不明白，你可就上了大当了。而且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的祖国，哎，对我们这个民族，哎，做的最可以说是怎么说呢？是最差劲的事儿。你想啊，当时国军的抗战的那些英雄，那些志士，我们这代人从小到大就不知道。我们不知道那些战役有多惨烈，死多少人，是不是？哎，这些人该多么的被我们怀念，我们居然就不知道。你平常说爱国，那不是空的吗？嗯，是不是，是？对，就这件大嗯是大非的事情，你要是闹明白了，你会，这就我刚才说的真相，你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哎，而且你会觉得太对不起他们了。这个土地上头，过去他们打仗的遗迹呀、什么什么的都没有建博物馆，没有建纪念碑，是不是？甚至于，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事情，因为我家里边儿有人在正反运动中，是被抓起来的。他告诉我，正反的时候杀人杀得太厉害了。杀了好多打日本的国民党的这个军人。再说一个战争，就是朝鲜战争。朝鲜战争呢，我就不多说了啊，它的真相应该说也是，所谓小秃头上的个子，应该是明摆着的，但是好多人就不知嗯，道，对不对？那么第对对，三个是，呢，就是解放战争。实际嗯上，解放战争就是兄弟之间就这么打，所谓枪杆子里边出政权。其实这句话本身就是非常有问题，是不是？嗯，政权怎么能对，从枪杆子里头出？靠暴力，这不就是恐怖主义吗？是嗯不是？对，反正我就是。觉得，如果说对3场战争你没有一个正确认识的话，你怎么说呢？就是还是分辨不清好多事儿的。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吧，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前几年和儿子一起移居加拿大，您说您是价值观移民，我不知道您愿意不愿意跟我们说说，就是最后是什么让您下定决心在快80岁的时候离开中国呢？这样我反着说啊，我反过来说啊，那个，嗯，如果要是国内的人，问我说你在加拿大过得怎么样啊，我就会开着玩笑跟他们说，物资匮乏，缺医少药，连饭馆儿都上不起，还有什么的，反正也以前有过什么好山好水好寂寞这种了，对不对？哎，嗯嗯然后后边儿当然就是 but 他这儿的社会制度啊，是虽然只有200多年，就在这块土地上头，他们的历史并不长，对不对？嗯，这但个国是这个，家的历史不但是长，这个从嗯欧洲、从英联邦这样过来的这个社会制度啊，这个确实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就是说，这个社会制度的合理性，这个呢，我是能够感受到的。我在这儿啊，交了一些朋友，就是当地人的朋友什么的，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们加拿大呀，他们不怎么改变。就是我到一个朋友家里去，他家的茶几显然就是100多年前的那个老的样式啊，你都想象不出来啊。茶几上前头有边缘呐、什么的，木头的呀什么的，沙发也是，就是能用就用。因为什么呢？琢磨着人家这儿没战争，没运动，没有革命。对吧？哎，他就是保护私人财产，天经地义，大家上税，政府给大家
解决问题，就这么一简单的这么一个，他就平稳的就这么走着。哎，你说他不好，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都存在，但是呢，它是一个可以让你安居乐业的这么个地方。它还是一个可以让你自由选择的地方，这一点呢，深深的感觉到，所以你的内心就比较平静。到了加拿嗯大之后，没啥可比的，没啥可怨的。你嗯，怨什么呀？你对，自己去做去啊，对不对？哎，你比什么呀？大家都差不多，甚至于蓝领儿比白领儿还挣得多。还有就是我喜欢大自然，不喜欢大自然的人也许不稀罕这儿的山呐、海呀、岛啊、湖啊。我呢是觉得，哎呀，太好了。我到这儿以后，呃，这个自然环境真的好，我身体都变得更好。还有就是人，我接触的好的人太多了。先说大街上的陌生人，好的太多了。那个帮助你的，让着你的，开车礼貌的，比比皆是。所以就弄得我们啊，就有点像去台湾一样。去了台湾以后，我们同学围一桌吃饭，大家就纷纷的说台湾有多好。在加拿大同样是这样，我买了花儿，买了肥料，我正推着车往我的车走呢，立刻有人追上我来说，怎么说来着？那句英文，就是说，Can I help you？我对。能帮你的，搭把手吗？对，我没好意思嗯说，因为我的英语不好听。然后我们在教堂学英语，英语老师都嗯太好了，都是志愿者，他们自己编教材，自己印教材，自己写很多东西给我们。他们是志愿者呀。然后呢，一共大概不同程度有七八个班，每个班的老师都特别好。就是体现了基督所说的那个爱，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这种爱。所以呢，这就让我感觉到我生活在不一样的氛围里面。嗯，要是说起来，真是挺为我自己的，我非常爱的那个祖国难过。就是他那儿发嗯嗯生的事儿，我有时候在视频里我都不愿意看。又是嗯坏事儿，又是坏事嗯儿，人心怎么能坏到这个程度？都到了看不下去的程度。嗯嗯，好，嗯那我们请每位嘉宾推荐3部书或者影视作品，您嗯。有什么推荐？因为你给我提的要求，是希望文革方面的，我就多说两嗯句啊。文革研究的书籍和记录文革史实的书籍出版都非常非常难，一个是没地儿出版，一个是作者遭到国安国保不断的骚扰，整天上门儿现在哪里是简单喝茶呀？总是威胁要摘你的生存条件。什么不给房啦，什么不给退休金啦，就都到这种程度。所以呢，非常难。我现在知道的第一个是清华的这个老五届同学，他们不断的在写，现在出了一个100部人文文集。这里边绝大多数是关于文革的，那个像什么这个良知的拷问。历史拒绝遗忘，倒下的英才，真话与忏悔，这几部也是都分量很重。主持组织这件事儿的人叫孙怒涛啊。整天的被那个国宝他们就是盯着。哎。但是他们就是不停的做事，这是一个，就是清华的这个关于文革的记录，是一个很好的历史资料。第二个呢，就是杨继绳写了一部《天地翻覆》，在香港对，出版的，是2016年出的。副标题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史，非常全面，他的视角也非常就是历史观吧，就是比较嗯正啊，那个很嗯值得去看看。
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文革地方史。像吴迪呢，他在2011年，他写了一个《内蒙古文革实录》，副标题是“挖粟运动与民族分裂”。这是内蒙，呃，在10多年间，陆续的还有周子仁主写的这个四川文革地方文革史、云南文革史、山西文革史都陆续的在美国出版了。这里想说一下，就是原来海外的汉学家们，这个文革研究者们说，文革发生在中国，但研究在海外。嗯直到现在，他们呢突然就是感到震惊。他们说，实际上在中国的民间有一批极强的独立研究者，他们做了西方汉学界不可能做到的事。啊，嗯因为他们呢，有好多人，甚至于有拿低保的人，你知道吗？就是做这件事儿，他们把他们的退休金也都拿出来什么的，所以他们嗯。的资料，他们写的细节是我们在国外不可能望其项背的。我对这些人真的特别的钦佩，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得不到稿费，得到的就是对家人的这个影响啊，还对个人的威胁这些东西，所以特别敬佩他们。对对，您刚嗯，才说的这个，说中国的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地下的，实际上是地下的历史学家，是吧？对大家对，这就是那个我们以前有一期是那个美国的记者作家张岩 Ian Johnson，他和那个江雪对他们来讲过，就是 Ian Johnson 他当时出了一本书叫《星火》，对，他就是记录了中国的这些地下历史嗯嗯学家，嗯嗯然后呢，耶呢，他也创立了一个叫中国民间档案馆。嗯这个呢，是我们到时候也会把这个民间档案馆，它是在现在把很多的资料都放在了网上，嗯也非常的鼓励大家去这个网上去他们的网上去看很多，不光是有文革的，嗯还有很多的这种大饥荒啊，还有别的一些关于中国现代史的一些档案，然后包括纪录片，我们说的一些胡杰的纪录片，应该也在那上面都可以看得到。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我是这是非常非常推荐。胡杰的版画。我身后这是胡杰的版画，我有几幅他对对，的版画原版。哇，这个叫我们，就是芸嗯，芸众生都低着头，他抬着头，您把它能拿过来给我们看一眼吗？他在他在探究。嗯，对对对，哦，好，谢谢。嗯，呃哇，这个真是好棒，好棒。嗯，我对，特别佩服胡杰。嗯，好，我也很佩服您，高阿姨。别，那是不行的。好，谢谢谢呃，谢高阿姨，也谢我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不明白播客的大力支持。在这里，我希望大家采取更多行动来支持播客。YouTube 频道上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订阅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并点击小铃铛打开提醒，以便第一时间看到最新的节目。我们也呼吁大家主动给节目点赞、留言或者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每一期节目的友好互动，对播客来说都是继续走下去的动力。我们也希望力所能及的朋友们能加入我们的 YouTube 会员，或者访问不明白播客网站捐赠页面，参与单次或者月度的捐赠、直播、talk show、下午茶、专题。我们希望带给大家更多有趣的谈话，
及时的资讯与专业的分析，这都需要更多人员和资金的投入。欢迎点击不明白播客简介上的链接，或者本期的 show notes 来支持我们做出更多更好的节目。谢谢大家。